咖啡屋，沈小军挑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下来。张念生坐在他的对面。念生，你喝什么？随便，君姐喝什么，照着给我来一杯就行了。沈小军对服务员说道，给我来2杯苦咖啡。君姐，苦咖啡不好喝。沈小军横他一眼。张念生讪讪地道，苦咖啡就苦咖啡吧。等2个人要的2杯苦咖啡送上来后，沈小军直白地问着，念生，姐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爱上你海彤姐了？张念生一愣，他愣愣地看着沈小军。君姐，说实话。沈小军命令着。张念生的脸慢慢地涨得通红，他这是露出来了吗？君姐，我是喜欢海彤姐。什么时候开始的事？张念生小声地说道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可能是在14、15岁刚对爱情有朦胧之感时吧，也有可能是17、18岁的时候。沈小军黑脸，你都暗恋海彤这么久了？瞒得够久的呀。他和海彤竟然都不知道，他们俩都是把张念生看成弟弟的。事实上啊，张念生也是比他们俩小了3岁的，是弟弟级别。张念生脸红红的，念生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海彤不会喜欢你的，他一直都把你当成弟弟看待。以前他还单着，还没事，但现在他嫁人了。君姐，你不是说她和她老公是协议结婚的吗？半年后就离婚的。沈小军冷着脸说道，你甭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结婚，他都是已婚的，是别人的妻子。你肖想别人的妻子，这是打算当小三是吧？张念生不服气地道，我先认识海彤姐的吧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你知不知道上次海彤请你吃饭，因为你爱吃的那道菜是摆在她的面前，她就给你夹了1筷子的菜，被她老公看到了，引起误会，夫妻俩闹了一回。张念生说明她老公心眼小，不相信她，婚姻中互不相认的是过不长久的，他们早晚都会离婚。他们离不离婚那是以后的事，现在海彤有丈夫，你就不能再接近她，以后不是天塌下来的事。你都别去我们的店了，有什么事找我，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，或者去我家里跟我说。你离海彤远远的，对你好，对她也好。张念生脸色一下子白了，君姐，你是我的亲表姐，你为什么不帮着我？我暗恋海彤姐多年，感情深了，你不让我去你们店里，那就是生生阻拦着我与海彤姐见面。就因为我是你的亲表姐，我才把你叫出来跟你说这些话。别说海彤不喜欢你，就算她喜欢你，我也不赞成你们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家庭，我姑姑是什么人，我很清楚。她若是知道你喜欢海彤，你以为她还会笑眯眯的对海彤？她只会想方设法，千方百计的阻拦你们见面，甚至可能会对海彤做出偏激的事情来。我姑姑在你们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浸淫20几年，早就养成了她的眼高于顶。你是她唯一的儿子，是她的希望，也是张家的内定接班人。她对你的期望太高，她是想让你娶名门千金的。海彤非常优秀，但她的出身是她的硬伤，不涉及到你，我姑姑看在我的份上，很乐意把海彤也当成侄女疼爱着，但一旦涉及到你，她就会翻脸无情。海彤绝对不是我姑姑眼里的儿媳妇人选。沈小军说话一针见血，毫不留情。念生，你对海彤的感情不会为海彤带来好处，只会为她带来灾难。我是你的表姐，我不想你为情所伤，我是海彤的好闺蜜，我不想海彤被我的亲人所伤。念生，放下吧，海彤不适合你，她也绝对不会爱上你的。你想想，你们认识10几年了，她是和我一起看着你长大的，她若是会爱上你，10几年的时间还不够她动心吗？10几年的时间，她只是你为弟弟，一个当姐姐的是不会对自己的弟弟有男女之情的。你不死心，这样下去，痛苦的是你自己啊。张念生的脸色更显苍白，他只知道他爱海彤，只看到自己的母亲对海彤很喜欢的样子，并没有往深里想。海彤闪婚是为了从海玲姐家里搬出来，海玲姐一向不放心他，他为了让海玲姐放心才会闪婚战先生，骗了海玲姐。海玲姐一直以为他们是相知相爱后才结的婚，他为什么宁愿闪婚一个陌生人都不向我们求助啊？
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。你大舅妈还曾想过撮合海童和你大表哥的，其实只要海童跟我说一声，我们沈家的男儿随他挑选，他却一声不吭就闪婚了战先生。张念生抖着声音问道：君姐，我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？没有。看着表弟那副伤心绝望的样子，沈小军于心不忍，他叹着气说道：念生，听姐的劝，别再痴恋下去，趁那层纸没有捅破，你早点放下，还能保留友情，否则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海童姐知道了吧？她现在对我都很冷淡了。张念生痛苦地道：我和海童姐要么成为恋人，成为夫妻，要么就是成为陌生人。沈小军残忍地道：那你们就成为陌生人吧，对谁都好。哦，君姐。张念生眼圈都红了。海童姐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还是喜欢了多年的。他想着，他和海童姐认识了10几年，自己表姐又是海童姐的好闺蜜，连他妈都很喜欢海童姐。只要他再成熟点，向海童姐表白，他们就一定会有个结果的吧。现在却被表姐残忍地戳穿了他的幻想，把他的一颗心剖得血淋淋的，痛彻心扉啊！念生，你若是真的爱海童，为了海童好，你就离他远远的，真正爱一个人，不一定非要他和你一起，只要他过得幸福，对你来说也是幸福。就是那句话，他若安好，便是你的晴天。张念生红着眼，痛苦地道：君姐，我没有那么伟大。他爱海童，就想和海童成为夫妻，过一辈子。他没有，他若安好，便是他的晴天，这么伟大的胸襟。沈小军看着他，板着脸，严肃地问：难道你想拆散海童和战先生？张念生，别让姐看不起你啦。张念生痛苦地接不上话来，他觉得他放不下，但让他做出伤害海童的事，他又做不出来。终究是自己的表弟。沈小军缓和了脸色，叹口气说道：念生，该说的啊，不该说的姐都和你说了，你先冷静冷静吧，逼着自己不去姐的店里，看不到，时间长了感情就淡了。他说完起身，这咖啡姐请了，姐先回店里去，你等会儿就赶紧回公司。现在你在锻炼阶段，要比任何人都努力才行，记住你们张家这一辈不是只有你一个的，你不努力，本来属于你的都会离你而去。沈小军说完，拉开椅子，扭身走了。张念生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他发现自己爱上海童姐的时候，不敢大胆的表白，不就是让机会从他身边溜走了？沈小军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杨洋已经醒来，海童在编织工艺品，杨洋就坐在一旁玩着玩具。小军静静地看着好友，好友的颜值很高，这样专注地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情，特别的美，也是怨不得念生爱慕他。小军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爱上我了？沈小军笑道：我要是男人，一定会爱上你。彤彤，你知不知道你非常有魅力啊？我有什么魅力？在婚前连个正式的男友都没有，那是你自己不想谈恋爱。沈小军拉来椅子坐在收银台前，问他：现在网店的生意很好吧？我看你每天只要一闲下来就忙着编织工艺品。战印和他弟弟都帮我推荐了，他们公司人多，就给我带来了很多订单。还有商小姐也给我推荐了，他们的圈子里都是不差钱的人，看着精致，几乎都下单了。还好他是自己开店的，白天很多时间可以做这些，否则他都兼顾不来。2只小猫咪呢？沈小军只看到宠物狗温驯地躺在杨洋的脚边，不见2只猫咪，随口问了句，又说到商小姐是真的很给力，我觉得外界对商小姐的评论有点夸大，说不定是别人嫉妒她的出身好，就放大了她的缺点，拼命踩她呢。也有可能海童也觉得商小姐挺好相处的，三观还特正，敢爱敢恨，因为出身好，活得快意吧。哦，他是真的很喜欢商小姐这个新朋友。商小姐说看到他觉得特别亲近，她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了。2只小猫咪在书架上睡觉呢。海童指指2只宠物猫睡觉的地方，他手机响了。海童看了眼来电显示是战印打来的，他暂停工作，拿起手机接听战印的电话。
战先生，怎么了？在忙？战印不像以往那样沉默一会儿才开口，这次说话很快，说话的声音似乎也没那么冷漠了。网店的生意很好，我在赶货。海童问他，你现在不忙？渴了，喝杯水的时间可以给你打电话。海童笑，我有股受宠若惊的感觉。战先生，你是有话想对我说吗？战印，我今晚不用应酬，我想着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陪你逛逛街。送出第一束花后，战印当时是落荒而逃。事后想想呢，忽地觉得其实主动一点并不难的，他就厚着脸皮约老婆晚上去逛街。海童想了想后说道，我想等会儿带着杨洋去接我姐下班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一起去接我姐下班后，吃过饭了再去逛街。姐要加班吗？他刚才给我发信息说他第一天上班不用加班，5点半就可以下班。战印默了默后说，那行吧，我等会儿过去，咱们一起去接姐下班，我再请你们吃饭。好，那我挂电话了。好。战印并没有马上就挂断电话，他在等着海童和他说些类似甜言蜜语的话。可惜他没等到甜言蜜语，只等来他老婆问他，战先生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有了，我真挂电话了。海童嗯了一声，随即摁断了通话，放下手机就发现好友正看着他笑。海童伸手戳一下好友的额，笑什么笑？童童，你和战先生有点进展了哦，我看他对你也是有点意思的了，你们俩抓紧点，我还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。领了证还没有请酒，甚至都没有真正的公开，知道两个人是夫妻的只有他们最亲近的一些人，顺其自然吧。海童没有刻意去追求战印，战印要是主动迈出那一步，他也不会逃避。他不主动是怕自己动了心，战印不动心，最后自己受伤。战印主动，他不逃避，夫妻俩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，变成郎有情妹有意的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小姨，杨洋自己完宴了，起身走到海童的面前，很自然地爬上了海童的大腿坐着。杨洋不想自己完了，想妈妈。小家伙踩着海童的大腿站起来，两手搂抱住海童的脖子。杨洋想妈妈，平时妈妈把他送到小姨这里来，中午还能看到妈妈，今天从早上跟妈妈分开后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妈妈，杨洋就想妈妈了。海童抱着小家伙柔声说道，等会儿小姨就带着杨洋去接妈妈好不好？好。海童亲了亲他的小脸，那杨洋再自己玩一会儿，等小姨忙完后就带杨洋去接妈妈了。周洋不太愿意的样子，搂着海童的脖子不松手。沈小军站起来，伸出手去哄着杨洋，来，君姨带你出去玩。周洋依附考虑的样子，片刻他才松开搂着海童脖子的手，扭身伸出双手让沈小军抱他。童童，你赶紧把你手里的这个货赶出来，等战先生过来了，你们就带着杨洋去接海玲姐下班，今晚我守店吧。沈小军说着就抱着周洋出去玩，宠物狗看到周洋被沈小军抱走，也跟着走。小军、小白跟着了。宠物狗毛发白色，海童给它取名小白。小军停下来，等小白跟上了，才两人一狗出去玩。战印主动约了老婆晚上逛街后，心情愉悦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。听到敲门声，他应声时，门外的人都能听出他心情很好。苏南推门进来，他不是一个人，还带着君然一起。君然的那些保镖们则是在办公室门口等着。老板，君总来了。战印停下工作，起身绕出办公桌，君总。两个人又握了握手，他请着君然走到沙发前坐下。刚才赵秘书通知他说君然来了，没想到君然会和苏南一起进来，可能是两个人在外面遇上了吧。苏南去给君然倒水，等君然喝过水后，战印温沉地问道，君总，是不是我们的合作有什么问题？像君然这种高级别的合作伙伴是不需要预约，随时能见到他的。不过君然一向都是与苏南联系的居多，这一次到公司里来，还是直接来见他，战印便以为是两家公司的合作出了问题。君然笑道，战总，
我们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，相当的愉快。我这次过来是帮我大哥大嫂带份请柬给战总的。闻言，战印脸上露出了点笑容。叶总准备办婚礼，请喝喜酒了吗？望城兰家的事儿都结束了，刚结束，我兄嫂从望城回来参加欧阳总的婚礼，他们俩的婚期是早就定下来。等喝完我大嫂娘家兄长的喜酒，就轮到我兄嫂办婚礼，这请柬也该送出来了。居然说着便拿出了大哥拜托他给带过来的请柬，其他合作商。大哥都是快递请柬给合作伙伴的，战印这里是因为他恰好从 A 市来管城啊，管城的分公司是他全权负责的吗？他一般都是待在这个管城居多，所以大哥拜托他给战印送来请柬。原本我大哥想亲自过来的，但公司里是太忙了，太多事情等着我大哥处理。我恰好过来，我大哥就让我把请柬带过来了。大哥让我跟战总说声对不起。战印接过了那份请柬，理解地道，我能理解叶总的。叶总不必说对不起，军总给你带过来也是一样的。他翻开请柬看了看日期，婚期是在农历12月26，那会儿都要过年了，离现在也还有1个多月。叶军博就迫不及待地派发请柬，可以看出他是着急办婚礼的。听说叶军博和他的太太也是闪婚的呢，他们这些优质男啊，怎么都是走闪婚路线？可能是平时工作太忙，又因为身处高位，身上筋太重吧。他们总怕别人是冲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及钱财来的，不敢随随便便就恋爱，才会隐瞒身份闪婚。如果一个女人在他们不富有的时候都能爱上他们，等知道他们是富豪时，也是一样会爱他们的，还能知道他们不是冲着钱财来，是真的爱他这个人。不过叶军博和他的太太穆晴是相识了10几年的，听说叶军博早就瞄准了穆晴，一步一步地算计着穆晴成为他的妻。战印想到他和海童，他们俩才属于真正的闪婚，毫无感情基础。领证之初，他对海童还充满了防备之心，甚至怀疑他就是冲着钱财来的。事实证明是他心眼太多，想得太多。到了那天，我一定会过去喝叶总的喜酒。战印给出承诺，表明会参加叶军博和穆晴的婚礼。军人笑道：谢谢战总赏脸，我对叶总早就久仰了，就盼着有机会见上一见，这是你们给我机会。军人笑，我大哥也是对战总久仰已久。大家说着客套话。军人这次过来主要是代替大哥给战印送请柬的，请柬已送到，他没有久留，他也很忙的呢。他说道：战总、苏总，我还有事先走，晚上有空的话一起吃饭，我请客吧。苏南笑道：我随时都可以啊，我们战总可能没空。战印接话：我改天再请军总吃饭吧，他今晚要陪老婆。军人笑笑：好嘞，那我等战总的电话。他起身，战印和苏南都跟着起身，一起送着军然出办公室。战总、苏总请留步。军然在办公室门口停下，请2位老总不必相送了。战印和苏南就在办公室门口目送着军然被保镖团簇拥着离开。等军然的身影看不到了，苏南碰了碰老友，八卦地问着：晚上干嘛去啊？你都把应酬的事儿都推给我了，连军总请吃饭你都不去。战印，我觉得我上辈子是欠你的，这辈子才会替你卖命做牛做马，随叫随到的。战印转身往里走，你是在我这里才能实现你的价值，我给你舞台，你才能舞出迷人的舞姿。苏南嘻嘻的笑，顺便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啊，是不是和嫂夫人有约？是有约，咋地？想跟着去当电灯泡？还是羡慕嫉妒恨了？要不要给你安排相亲，也来个闪婚？苏南忙道：我这点眼力儿还是有的，哪能跟着去当电灯泡呀？虽然我是真的很想当电灯泡的，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我这盏电灯泡就自动熄灭了。羡慕嫉妒恨吗？还不至于吧，你现在也不见得就很幸福了。前段时间那个整天黑口黑脸折腾着公司上下的人还是你呢。苏南坐在好友的对面，笑嘻嘻地道：就算我想闪婚，愿意让你给我安排相亲，你能安排上吗？你自己都还是战奶奶逼着才有个闪婚对象呢，你又认识几个年轻未婚的女性？
战印赏了他一记白眼，巧得很，我现在还真的认识一个年轻未婚的女性。那个女孩子据我的观察还很不错，家庭背景清白，家里条件优秀，为人三观正，重情重义的，主要是也漂亮，配得上你那张脸。苏南好奇了，谁呀？我老婆的好闺蜜沈小军。苏南，她呀？她的表情一言难尽的样子。战印不解，问他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是不参加宴会，不知道的了。那个沈小军上次在段太太的生日宴会上喝大了，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？往地上一躺，全场的人都看呆了。我虽然当时也不在场，但我听说了，当时带着他去参加宴会的张太太呀，那真是火急火燎的上前去拖着他就走的。他听海童偶尔提及沈小军被家里催婚，催得厉害。上次海童还陪着他去游艺咖啡厅那里相亲呢。沈小军在段太太的生日宴会上那样做，会不会是故意的？为了耳根清净，不用再被家里人催婚。沈小姐那一躺可轰动了，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听说了这位姑娘的事。苏南笑道，咱们圈子里的姑娘们，就算有人喝醉，也不会像她那样来个往地上一躺的。名门千金的素养已经烙入了他们的骨子里头，就算醉啊，他们也会醉得很优雅的。战印沉默一下后问好友，那你是喜欢醉得优雅的，还是喜欢肆无忌惮的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不过你真要给我安排相亲的话，可以安排一下。我去会一会儿沈小姐，看看她的眼光有多高，记得别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。学我啊，就抄你作业了，不让吗？战印笑了笑，欢迎你照抄。那我今晚回家跟我老婆说一下，让她跟沈小姐提吧。沈小姐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就帮你牵红线，免得你天天都在羡慕嫉妒我有老婆了。她真没有羡慕嫉妒过。战印把几份最重要的文件签好了名后，便起身对苏南说道，我下班了，只要战氏集团没有倒闭的危机，今晚你都别给我打电话。苏南看看时间，才下午4点呢。他跟着战印走，边走边吐槽，战印，你也不看看时间，现在才几点？4点，离正常下班早着呢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恨不得干到深夜12点才走的。以前我没有老婆，现在我有老婆了。苏南雅言，得，又炫耀有老婆了。我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，总不能缩回脚吧？苏南忙道，别缩回脚，哥哥你大胆的往前走呀。往前走呀。后面那2句话他是用唱的唱出来啊。赵秘书听到苏总在唱歌，一脸错愕的看过来。苏南脸皮厚，没有半点的不好意思。等2个人进了电梯，苏南赶紧问着，战印，我现在是以好友的身份关心你，你迈出脚做了什么？也没做什么，就是犹犹豫豫，纠纠结结的送了我老婆一束花。切，我还以为你们俩那啥了呢。战印，苏南，你的思想真污。你们是夫妻，那啥是很正常的事。战奶奶还等着抱曾孙呢，我也等着当干爸爸。战印顿了顿，说道，奶奶私下跟我说过，海童嫌我太冷太硬，说就算把我扑倒都无法下嘴，怕啃坏他的牙。破啊，你跟他说欢迎来扑倒，他的牙要是啃坏了，你给他镶上金牙，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音落，战印就踹了他一脚。苏南的办公室在66楼，被战印踹了一脚后，他就无奈地走出电梯，认命地回他的办公室给战印当牛当马。战印不让保镖团跟随，自己开着车走了，像中午那样屁颠屁颠地直奔那个管城中学。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能乐风小夫妻俩总算有点恋爱的样子了哈。主要是他老人家的孙子过于傲娇，脾性又臭又硬的，可能是尝到了冷战的滋味不好受吧。战印有点开窍了，意识到他对海童是真的越来越在乎。中午送了花，现在战印就没有再买花。不过他去商场给海童买了一大袋的零食，还给杨洋买了新的玩具。海童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姐姐和外甥了，讨好小杨洋也能加分的。零食嘛，海童就是个吃货，送他一束花他可能没那么欢喜，送他一大袋零食他肯定笑逐颜开。
战印左手一袋零食，右手抱着一架飞机模型走进店里的时候，海童刚喂完外甥吃了一碗粥。一丈小家伙看到战印很开心。海童看到丈夫买来的玩具，说道：战先生，你怎么又给洋洋买玩具了？小军才买了新的。战印把那袋零食递给海童，再把玩具飞机给洋洋，然后抱起了洋洋。我们就洋洋这一个外甥，不疼他疼谁了？沈小姐买的是沈小姐买的，我买的是我买的。海童把碗放在桌子上，低头就翻看着袋子，吃的这么多。洋洋在这里也无聊啊，给他买点零食。明明是给海童买的，到了海童面前，战印那该死的纠结又犯了。纠结一番后，拿洋洋当借口。战先生，你会宠坏洋洋的。海童没有多想，洋洋很聪明，也很懂事，只要我们引导好，就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能做的，不会宠坏的。海童看他，战印被他看的耳根悄悄的红了。战先生，你似乎话多了一点，还以为他会夸他长得帅呢。哦，原来是说他话多啊，不就是变相说他舌头长？奶奶老是说他嘴笨，瞧吧，他多说2句话，他老婆就嫌他舌头长了。沈小军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到战印来了，他笑着和战印打招呼，就对好友说道：彤彤，海玲姐也快要下班了，洋洋吃饱了吧？你和战先生带着洋洋去接海玲姐下班吧，店里有我看着就行。海童嗯了一声，先拿着碗进厨房清洗。数分钟后，他从零食袋子里拿出一些零食给沈小军，说道：战先生买给洋洋吃的太多了，给你一点。啊，沈小军没有拒绝。海童提着零食袋对战印说道：战先生，走吧。战印看他这架势，是要把那袋零食交给大姨姐带回家，有点着急，在心里暗骂自己就不能说实话吗？面上却不显，淡定地道：海童，这袋零食不用带上，就放在你店里，洋洋每天都在这里，让他慢慢吃。海童听了他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想了想，说道：匀上一半给我姐带回家里给洋洋吃，留一半在店里，他也爱吃，到时候姨甥俩一起吃吧。啊，战印不说话了，好歹吧，留了一半在店里，海童能吃到。对了，海童忽然想到了他的宠物们，问着战印：小白他们怎么办呀？带着去吗？小白？战印眼神深沉，小白是谁？就是你送给我的那条宠物狗，我给它取名小白。战印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。哟，原来是条狗呀，他还以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添一个情敌呢。彤彤，若是不方便的话，小白他们留在店里，我下班后带回我家里，明天再给你带过来。我家里也养有宠物，我保证帮你照顾好他们。海童笑道：那行吧，小白他们就留在店里吧。他还拥抱了沈小军一下，夸赞着：小军，你真是天底下最好的闺蜜。沈小军轻推开他，笑道：咱俩还分什么彼此？从小就玩到大的，赶紧的吧，别让战先生久等了。海童这才放心的和战印一起走。海童，你的车留在这里吧，我明天送你来上班吧。啊，战印边拉开车门把周阳放上车，边对海童说道：也行。海童没意见，反正他的车是7座的商务车，车内较为宽敞也舒服。由于战印的车上没有安装儿童安全椅，海童不放心让外甥一个人坐在这个车后座，他便跟着上了后面，抱着洋洋坐。战印虽没有阻止，却在想着明天就让明叔给他送张儿童安全椅过来，装在他这辆车上，下次就可以让洋洋独自坐在儿童安全椅上，海童能坐在他的身边。夫妻俩带着小洋洋直奔陆氏集团。到了陆氏集团，刚好是下班时间，职员们进进出出的，等了好几分钟才看到海玲出来。海童早就发信息跟姐姐说好来接她，海玲一下班就匆匆出来，只是她早上硬跑了5圈，2条腿现在都还有点酸软，久不运动，一下子被逼着跑了5圈。早上跑完的时候，
海玲差点瘫坐在地上，觉得两条腿都不是她自己的。姐，海童抱着外甥下车，含笑看着姐姐从公司里出来。陆氏集团的职员都是穿着统一的职业套装，没有穿着职业套装的是今天刚上班的。妈妈，杨洋看到海玲挣扎着要下地，海童便放她下地，他立即朝海玲奔跑过去。看到儿子，海玲再累也觉得不累了，她几大步上前，一把抱起了儿子，就先往儿子的小脸上亲了又亲，才问儿子：杨洋想妈妈吗？想，很想妈妈。海童走过来接过话：中午看不到你过去，下午的时候，杨洋就说想妈妈了。我哄他说带他来接你下班，他才开心点。海玲听得有点心酸，儿子才2岁多，白天的时候就要被迫着和妈妈分开，小家伙肯定是不习惯的。但为了生活，为了这个母子俩的未来，海玲又只能坚持。她这样还算好的了，至少早晚能相见。很多外地来管城上班的人啊，儿女留在老家给公婆带的，他们几个月甚至1年才能见到儿女，就那种想念才磨人。姐，还顺利吗？姐妹俩边说着边走向站印的车子。海玲笑着，别忘了姐以前是做什么的，工作上是非常顺利的。一开始可能是不习惯，不过很快就能找回感觉。就是人际相处，暂时还没有结交到能相处的同事，可能是来面试那天闹了一出吧。就是大家知道他和陆总是认识的，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，背地里都在讨论他和陆总的关系。很多女职员看他的眼神一言难尽，这都是海玲在洗手间里无意中听到同事们议论他的话。不过才上班第1天呢，慢慢会好的。站印，海玲上车后跟妹夫打了声招呼。站印点点头，他的视线落在海童身上。海玲是过来人，他秒懂妹夫那眼神的深意。他上车后都不等妹妹上车就把车门关上了。海童没有多想，又懒得绕到另一边去，干脆就拉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，上了车。姐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后再送你和杨洋回家，好吧？海玲有了工作，心情好了很多。一路上姐妹俩都在说个不停。站印专注的开车，不过姐妹俩说的话他也听进耳去了。站印请老婆和大姨姐吃饭，自然不会小气，带着姐妹俩去了管城大酒店。那大堂经理一看到站印又不带着保镖过来，想起战一晨的叮嘱，他赶紧走到一边去，背对着站印，免得自己本能的叫出大少爷，那就工作不保了。站印，其实随便找一家餐厅吃就行的了，不用来这么高档的地方的。海玲有点心疼妹夫的钱包，又不是外人，不用那么客气，哪怕吃路边摊，她都不会介意的。站印带着姐妹俩上楼之后，进了一间雅间，这才说道：姐，这是我们公司旗下的酒店，我们职员来这里吃饭能打折的，打折下来就不用多少钱了。海玲笑道：那挺好的呀。她傍着妹妹夫妻俩的福，也能坐在管城最高级的酒店里吃饭。站印拿到了菜谱，先是交给海玲，让海玲选菜。这是大姨姐吗？海玲翻开看了2眼，就合上了菜谱，把菜谱递给妹妹：彤彤，你选吧。海童拿过菜谱，也是翻开来看了看，觉得这里的每一道菜是真心贵。她和姐姐如果不是跟着站印来，这辈子都不会走进管城大酒店消费。当然了，管城大酒店的饭菜也很好吃。还记得裴小军来这里参加宴会的当晚，他可以说是尝尽了这里的美食，和小军2人吃的差点要扶着墙出去。站印眼神里看出姐妹俩嫌菜太贵不敢乱点的心思哈，也能理解姐妹俩的心态。海玲婚后就在家里当全职主妇，没有收入来源，老公对她又抠门，花钱肯定是1分半成2分来花。海童收入不低，他计划着存钱在管城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花钱也不会大手大脚，从他平时吃早餐的价位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我来点吧。站印从妻子手里拿过了菜谱，熟练地点了几道菜，等服务员记下菜单离开后，他对妻子说道：我今天领到了一笔奖金，意思是尽管放心的吃，不用替他心疼钱包。